从今天开始，俄罗斯这4大部门的人啊，就开始哆嗦了，因为一场问责的腥风血雨马上就要降临。大家好，我是大卫，美西时间2025年6月1号，今天呢，咱聊一个专题：乌克兰啊，好样的，奇袭大俄成功了，直接经济损失70亿美金。今天呢，我就跟你聊聊这件事儿背后的4件事。第一个事儿，咱们来聊一下执行本次任务的也是一员猛将。因为乌克兰的情报机构啊，昨天我们节目讲到了一个叫国防部情报总局，他前天执行了一个新的任务，就是奇袭远东的海参崴。今天执行任务的呢是另外一个部门，叫做乌克兰安全总局。一般的国家啊，搞情报的你不能是一个队伍，万一要是被敌方渗透了，那你这国家可不就危在旦夕了吗？你必须得两方互相有个验证，也是一个牵制。我们说的这个部门啊，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它的前身在前苏联叫做克格勃，这个你有数了吗？专门呢是对着自己人下手的，拷问自己人。它再上一个前身呢，就是政治保卫局，再往上前身就是大名鼎鼎也是臭名卓著的契卡。这个部门啊，根据现在透露的视频信号，我看了好几段视频啊，如入无人之境。根据现在的数据是，共打击了41架轰炸机，其中包括了图95、图22和图160。这大俄手里啊，就那么几架玩意儿了，没有新增，是打掉一架呢，是少掉一架。根据现在的战损分析，大俄1/3的战略轰炸力量已经是毁于一旦了。那这里边呢，透露2件事儿，一个呢，本次进入呢是100多架无人机，这架无人机呢是用 AI 设计的，它呢是自动起飞、自动寻找目标，在这18个月里面呢，它一共完成了多次的测试。就这个无人机啊，它不是靠什么飞手在后边控制，太远了，有的高达5000这个公里啊，它是靠 AI 识别的。那你说大俄境内，就是乌克兰境内有没有图95啊？实际上在博物馆里有，就用这个作为目标进行训练， AI 专门把这图像输进去。那第二个呢，美国说了，这件事儿跟我们没关系，我们事先啊不知情，更没参与，他倒撇的这个挺干净。那这里边又提到一个什么问题呢？第二件事啊，图95的价值它为什么那么贵？我给你几组技术指标。这个飞机呢，它是现在目前就41架能飞的，这里边它主要是作为这个载具出现的。这种飞机不干别的，我明确告诉你，它飞得慢，声音又大，又不可能隐身。那为什么大俄还用它呢？它有一样东西呢，是任何一架飞机无法替代的，那就是载弹量。根据公开的指标啊，这架飞机就是背后这个，它的重量是70万吨，但就是70吨，但它载弹量能达到的20吨。我给你举一个现实的例子，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核弹引爆就是它完成了。这个呢事儿是在1961年的10月30号，前苏联用图95运着一枚超大的这个核弹，这个核弹的名字叫做沙皇。这件炸弹有多重啊？27吨，长8米，直径就高达2米。你说这么一个大家伙，一般飞机能弄得动吗？弄不动。图95啊，勉强能拿起来，而且它在运载过程中呢，这弹门呢根本就关不上了。这种飞机啊，它没有什么防卫能力，每次出发必然有战斗机为它护航，它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有更大的载弹量能执行的核弹的发射目标。那乌克兰为什么要打掉它呢？很简单，因为这段时间呢，大俄在俄境内发射巡航导弹，专门轰炸乌克兰的这个城市和一些战略措施，所以这个事儿能够经历18个月的筹划呢，这也是要拔掉这个钉子的。那我们来给你讲一下，当时啊，这个
沙皇核弹有多重。它原计划呢是10000吨的当量 TNT， 但真正试爆的时候就减了一半，5000万吨。那到时候造成的损失有多大呢？它的烟雾腾起来超过10个珠穆朗玛峰，能引起6.5级的地震。当时人们就觉得这个东西大到什么程度？给你一个指标吧，它的威力相当于日本长崎小男孩原子弹的3800倍。大家知道这个飞机是干什么的了吗？总之就一件事儿，空中的集装箱。那我再跟你说第3件事儿，这个飞机对于中国的军人来说是非常忌惮的，因为它扮演了一个非常不光彩的角色。这件事儿呢，就得拉到那个中苏交恶时期，从1956年到1989年这30来年时间，中苏一直是交恶的。其实说交恶是现在客气的说法，实际上他们都走到了核大战的边缘。根据公开的史料，这核大战起到哪儿呢？是在1969年那段时间，不是发生了一个珍宝岛的对峙吗？当时苏联的总书记叫勃列日涅夫，再就是国防部长叫格列齐科夫，副部长叫崔可夫，他们就提出来呢，用不限量的核武器对中国进行核打击，主要的城市进行打击，打击完了以后呢，叫一劳永逸的解决中国的威胁问题，这样再也不用打珍宝岛了。当时这苏联呢有这想法以后，他真的要付出行动，但是为了避免引起其他核大国的这个误会他要提前通报。这个通报呢是在1969年的8月18号，这个苏联驻美国大使馆的高级官员在华盛顿的一次午餐会上就通报了，说我们要对中国进行一次这个外科手术打击你们不要误会美国当时的总统是尼克松这国务卿是基辛格，他们就觉得中国虽然和美国没有建交，但也是制衡苏联的一个战略力量，它是处于这个力量考虑，当然了也考虑中国本身的利益说必须得阻止它。经过1个多月的密谋呢，10月15号基辛格告知苏联驻美大使叫多博雷宁，就明确告诉你了，尼克松总统已经签署了一项密令，如果说苏联向中国发射核武的话，你发射了第1颗核弹，美国将对苏联130个城市和军事设施实施密集的核打击，并明确告诉你，你要打中国，我就要打你。而且明确告知对方呢，是亚太地区的美军，像什么韩国像日本菲律宾的美军基地进入了全面战备状态。然后呢，战略空军司令部处于核戒备状态。你不是有图95来扔核弹吗？想扔到中国吗？我们执行的是有一个叫18架的 B-52，美国它也有这种战略轰炸机。18架 B-52战斗轰炸机呢，我们也开始装载核弹头，核弹给你装上了，然后呢要飞到这个苏联附近，就在阿拉斯加边上，就看你轰不轰。你要轰中国，我就要轰你。在这样强大的压力下呢，最终苏联呢是放弃了这个军事行动，不核战中国了。然后呢，在1969年的10月20号，中苏两国启动了外交部副部长这种低级别的会谈，谈什么？重新谈两国关系，也就是讲图95在中苏交恶期间，他扮演了一个非常不光彩的角色，他打算要对中国扔核弹。第4件事我想跟您说，今天这件事动静太大，损失也太大，不光是说俄罗斯的面子丢了，这里子也丢了70亿美金这些飞机是打掉一架少一架，那总有人要承担责任吧。那我想呢，至少有4个部门的人现在就开始哆嗦了，因为问责的腥风血雨那一定有人是要人头落地的。第1个部门呢，那就是情报部门，人家乌克兰筹划到实施18个月，这不是1个月完成的，1年半，你居然一点动静没有，得负什么责任？
第二个部门呢，就是国防部边防部门，因为它在乌东地区啊有4个州，部分地区是占领的，这些地方和大俄呢是通的。那你是边防部门怎么把这些集装箱放进来的？这个集装箱是经过改装的，我们看过视频了。在上半部分呢，它是有加空的那种内格，把那种小无人机是放进去的。那你这些边防部门为什么把这个车放进来？我大胆猜测一下啊，这里边呢，边防人员他肯定是有苦衷的，因为据前线的人了解呢，有几个月啊已经不发薪水了。也有的呢发奖金只是发一半，那你说守边防的人他考虑，我每月我也得还房贷啊，这一家老小也得吃饭呢。根据以前的这种惯例啊，要想搞定边防，你自然要搞定什么指挥官，一般小兵啊那得听上边的，通常情况下都得拿一箱子钱过去，对吧？我这车要过来，那你这有没有通行证啊？没有通行证，没有通行证怎么过来？你只能靠拿钱砸。因为前线的人呢还等着那拿钱还房贷了，所以说这个钱就能把这个边防打通。这个咱们看那个开国大典的时候应该见过这个案例啊，当时陈道明演的那个人，兄弟，哎，我这车要过去，老爷子也在车上，底下人兄弟说不用查了，直接过吧。一个道理，现在边防的人，你只要给他摔个信封，一看啊，这个月房贷能还上了，那你就走吧。而且里边拉的都是粮食啊、鸡蛋呢，都从乌克兰压到大俄境内的，这好事啊，这也是支援这个国家建设啊，怪符合政策的。所以说这个边防部门花钱就摆平了。第三个部门呢，就是机场保卫。我们看过视频发现，这个机场在轰炸的时候啊，没有这个边防，也没有 S300那个系统启动，这个大俄要承担的责任很大，就是你机场防空形同虚设呢，飞机进入是如入无人之境啊。更重要一点啊，大俄向一些国家它销售过大量的 S300、S40的防空系统，因为他对外吹嘘说上到1万米，下到2米，我都能探测，我同时能追踪30多个目标，然后能同时打击其中的10几个。这牛吹这么大，可骗了不少钱呀。给你举几个例子啊。印度曾经花60亿美元采购了这个 S300、S400，可买了很多。中国呢是分4批采购了700枚的 S300、S400，花了多少钱呢？花了30亿美金，分4次，花了30亿美金。你想想，6月1号这一天 S30、S40根本就没有发现这些无人机，这无人机飞得又慢，飞得又低，你怎么就没发现呢？你这不成摆设吗？卖给印度这60亿，卖给中国这30亿，人家不得找你退货吗？那第4个部门呢，就是地方的警察部门。这无人机都飞起来了，很多大俄的老百姓在这拍视频啊，有说有笑，根本就没有人制止，也没有警察过去罚款呀，没有过去什么这个看看你有什么问题啊，没有。地方警察部门啊是严重失职。最后一个群体啊，就是大俄的群众。你说自己的国土、自己的宝贝军中重要资产战略轰炸机都被人家轰了，为什么不去阻拦呢？你就看着飞机一架一架的飞起来，然后飞向自己的战斗机，最后这个卡车自爆，因为他任务就完成了，就在旁边看着，这哪行啊？但是我想，真正大俄的老百姓也不希望再打仗了，因为真正打仗，你莫斯科的圣彼得堡的这些权贵啊，你还照样过你的日子。真正上前线都是这些老少边穷地区的老百姓，他们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赶紧把这仗打完了，打完了以后接着过自己的小日子。最后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各位，本次 S300、S400呢形同虚设，出了大糗了，这印度这中国如果说提出退货，这大俄他能答应吗？欢迎在留言区留言。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各位。